大家好，我们来进入到的第6个单元哈。那这个单元呢，我们来开始来看一些空腾 gate 的一些特性，跟那个怎么样去把它改成达到我们要的那个什么unitary 的一个结构的一个样子哈。那因为这个单元的话，因为这个才大约1个小时，所以整个的里面的东西还是非常少哈。那当然，我们这一轮的课先把它上完以后，后面呢再来帮各位强化哈，也就是说在各位有基础之后呢，再来强化，我想这个会更棒的一个结果这样哈。好，我们呢就来看哈我们的这个单元哈，所以我的大标题叫reversible gates 哈，因为这个在空腾里面是非常重要的观念哈，所以我就这边呢特别把它标榜出来这样。那首先呢，我们来看哈这个空腾 circuit 的一些基本的这个结构这样嘿。那首先来看一下，就是说在很多的这一个文献里面跟课本里头的话，我们这里就会出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我这边就特别把它标出来哈 ，bits， bits 跟谁呢？跟这个空腾 bits q bit。那有些人比较精简，就直接写 q bit，u 就不写了哈，所以就看这个大家的做法。那这两个东西其实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件事情也可以，也就是说从传统的这一个电路里面的 bit 呢，直接把它提升到这个空腾的这一个 bit 嘿，那这边就说，那因为很多同学我在教授的时候，就是因为这个地方搞不清楚嘿，所以在上课的时候就会造成他们很多这个跟不上你要教的东西这样，所以因此我就在这一章特别强调哈。首先就是说，大家已经很清楚哈，我们都知道是在前面已经提过很多次，零对这个什么，对这一个这个零的这一个空腾 state 我们叫做这个特征态叫 eigen state。那一的话对应这一个，那大家都知道了，所以这个就特别再提醒你们一下，如果不清楚的同学再特别注意。那在这里的话就是说，我要讲一个就是 based on the sense of the 这个空腾 collapse 什么意思？量子坍缩，量子坍缩，比如说这个式子很明显，它就是等于怎么样呢？一，这个我就故意再打一个点上去，有没有？再加上零，其实这个点是不用打的，嘿，有没有看到？那这种情况在量子坍缩的时候，就是说它一定会缩到哪里？缩到零来。那如果说，那所以这个就告诉我们这个点有没有？所以这个式子它会量子坍缩到零来，所以呢这个呢，它会坍缩到量子一来。如果说出现零态或一态的时候，直接去观察它的时候就会这样子，所以你也可以把它看成两个是代表同一件事情哈，所以这个地方是非常重要的观念，所以必须要特别注意一下这样哈。好，那这样没问题的话呢，我们再来往下看。那有这样的观念的时候呢，各位就发现说，我们常常会有，我可能后面还有机会再录一些其他的单元跟各位做说明这样哈。什么意思？就是说，现在这个地方是 n 的 input， 那这个是 m 的 input， 其实以后的 input 是两个，希望说大小是一样的，嘿。那这个怎么去解构它？那等以后再说明。那我就用一般的那个课本讲，尤其我们在电机的那个线性系统里面就有什么这个 n input 的这个 m output 的这个系统这样，嘿。那这个是很传统的这一个课本所写的。那在这里讲说，我有一个量子电路空腾 circuit。那现在它那这个表法就有2种不同的表法，一个是从零从这边叠上去的，那有一种是从零由下面叠下来。那这个没有关系这个我在写讲义的时候改了1-2次那到底要改成哪一个比较好呢？这个我们下一个六个单元就马上要再来录影，就是那个空腾 programming。那它可能就从零开始往下排因为我准备用IBM 的那个Qiskit 的那一个solution那不管怎么样不同的课本不同的符号有各种不同的写法，那我就占用我目前参考的某一本书的写法，就是说它是这样写法好，那这样写法是 bit 的什么样？我把它叫做 bit state， 有没有看到 bit state？ 那如果说用我们的那个空腾的写法，用那个 kit 的写法的时候呢，这个叫什么q bit state。那这个各位先知道一下就好了，也就是说，是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其实是这个地方交代完了以后很可能的大部分的课本，甚至你要发表论文的话，以这个为准比较好，以这个为准比较。但是脑袋瓜的思考
还是会跑回传统的这个量子、传统这个电路的那个结构来思考哈。所以这个在这个地方，我要跟各位做一个说明的一个意思，这样哈。好，那这样的话就是说，那这样我们就告诉我们说，这个的话，你可以看到我的 input， 这是我的 input， 有没有看到？有没有？从0开始往这边叠，嘿，那其实你们在前面我已经讲过了，它是1 qubit 的什么呢？的张量的一个乘法，这样啊，所以你看这个每一个都是2维哈，所以它总共是怎么样？2的 n 次方维，嘿，2的 n 次方维。那这个地方也是一样，2的什么样？2的 m 次方维，哈，所以这个基本符号我再帮各位做一次复习，做一次复习，这样嘿。那甚至就是说，好，那如果说我今天把这个基底哈，你可以看到，把它看成基底有没有？好，这个在前面讲过 n 次哈，那这个又另外一个 d， 就是我 output 的基底这样嘿。那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很明显的，我假设我现在有一个线性映射，我有一个线性映射没有 t， 那我从这个基底 b 到这个基底 d 来有没有？那在我们前面讲过哈。好，那我这边就随便写一个 qij 哈，就不要再特别强调。所以那这个是什么？这个是2n 维，这是2m 维，没有？那我们在前面有特别针对这个地方跟各位同学讲过说，这个 qij 的矩阵表示式就是变成是反过来乘。在前面讲过很多次哈，因为很多同学会搞不清楚嘿，所以我就特别彰显这一块给各位看一下，有没有？这一个的电路的一个设计，那如果同学还不熟悉，再往回看或去看我的那个录的那个线性代数那个6个小时的专辑哈，因为这边是整个的重点哈，因为很多的那个带子哈，因为我这个为了这一个准备这些东西，这2年多来看过很多国外的带子嘿，那他们就出现很奇怪的那个矩阵出来，没有任何交代哈，没有任何交代，那很多同学一定一头雾水。所以我们就先从这个最简单的传统的这一个逻辑闸来开始看解。那第一个来看这个 NOT gate， 看这个 NOT gate 有没有？那 NOT gate 你也知道说，把0 mapping 成是1，那把1呢 mapping 成是0，这样嘿。好，那刚刚已经讲过有一个 sense， 你要把0看成是0的那什么这个 kit 1呢要把它看成怎样？是这个1的 kit。那这个式子很清楚，就是我们都已经讲过 n 次因为这个是量子里面非常重要的 idea。好，那这个是谁呢？这个谁的基底？这个是 C2 的基底，有没有 ？C2 就是 C 的什么2的1次方的 basis。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 basis。那我把这个什么 bit 提升成怎么样？提升成是一个 qubit。注意因为这个很多课本也都是这样写法。那这样的话呢，1的话就很明显就变怎样？1就变成是这个那这个我们也知道说它对应成什么？对应成是01，有没有？那这个什么对应成什么呢？这个对应成10，对10有没有看出来？所以最后你可以看到这个就是这个第一个式子那这个如果还不熟，同学一定要弄懂，因为在量子里面这个地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的知识，这样嘿，所以把它 mapping 进来，就得到怎么样？就得到我们最后要的这一个结果。有没有它的矩阵表示式？那很多的那一个网红就是他们直接就把这个结果写出来。那很多同学就一头雾水，它明明是一个 bit， 怎么搞得会变成是一个2×2的矩阵？那中间2个观念，一个观念就是把 bit 看成是空灯 bit 的一个处理方式，所以要有传统的 sense， 要有这个空灯的一个计算方式。那再来的话就是说要懂得这一个矩阵表示式的一个做法，这样嘿。所以这个就可以看出来，就是说这边的重要性哈。好，那同样的，我们常知道的这个 AND gate，AND gate 的时候我们常看到 AND gate。那 AND gate 就是说，AND gate 的意思，2个都是1的时候怎么样才会得1？那其他都是什么呢？都是得0。所以这个应该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哈。这个，那问题来了，这个那还有我们的 OR gates， 我们的 OR gates 我们看出来嘿。好，那这是我们的 OR gates 嘿。好，那我看一下哈。我刚刚跳太快了哈，所以好再回去看一下，这是我的 AND gate 我一口气跳太快了哈，所以原则上还是老方法哈，就是说我们要看它的那一个矩阵表示式哈，因为很多同学对这个地方还是不熟，所以我反复的在跟各位讲解，所以它等于是2个 bit， 那2个 bit 的话要对应怎么样？对应2个怎么样 qubit， 我比较喜欢 U 不写，U 写太啰嗦哈，但是很多书就写 QU bit
那2的话，那这个的话就会对应什么这个式子哈，这个那如果还不熟的同学再回去复习一下哈，在前面的第一章的时候有把这符号全部都复习过一次，有没有？复习过一次，那就把它带进去计算。那00计算得0，101得0，10得0，11得1，那这样就变成这样的一个结果，有没有？变这样的一个结果哈。好，所以那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你就可以看出来它的一个表示式哈，所以没有问题嘿。所以我们就要去从这个映射过来，我这个地方没有写好哈，应该怎么讲哈？因为我在写的时候，突然我还有个 D。A B C D 的 D 有没有哈？那这个等于是 B 到 D 嘿 ，B 到 D 这样嘿。好，我再重新还好我这边有那个叉子哈，我再把符号再重新写一遍哈。就是说这个其实是我的 B 哈，我的 B 的话是这个式子能看出来。那我的 D 呢？就是我的0，我的1哈，因为我这个在写讲义的时候是比较快一点点哈，那没有关系，这个是10。好，这是10，好，这是10，有没有？那这是01，有没有看到？好，那你们知道这样就好了哈。所以这个事实就变成怎样？B 到 D，B 到 D， 嘿，那这样就表示出来，那这个是10哈，就如此类推哈。所以这个就变成说我们的 column， 啊，那这样这个式子就非常的清楚，可以看出这个结果出来。好，再往下。那同样的 O 也是一样 ，O 的话就是说，只要有一个是什么，只要有一个是1的话，就会映射到1，有没有？所以这个没有什么太大问题，这是非常简单的一个结果，有没有？好，那再把刚刚的 D 再写一遍哈，我 D 我这个我没有把它 mark 出来哈，所以这个我在写的时候写到后来都也不是搞糊涂，就是东西重复性之后就比较累一点哈，所以这个你可以看到从 B 映射过来，有没有映射到 D 的里面来哈？所以这个结果你可以看到，这个就得到什么呢？10啊，这个得到01啊，那这个得到01，这个得到01，有没有？那就是我们这个结果出来哈。所以这个可以看到这个结果。那如果不熟同学一定要再往前看，一定要往前看哦，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哈。好，那 OK， 这个是这个 gate 哈，这个叫做什么？not and 哈，name gate 哈，name gate。那这个 gate 是比较麻烦的意思，是把 and 把它怎么样？把 and 再把它怎么样？把它转回来。所以00得0转回来得1，那01得0转回来得1，有没有？10得0转回来得1，那11得1转回来变成什么？变成0。好，所以这个没有问题。嘿，好，那同样的道理呢？好，同样的道理，我们的 D， 我再把它弄一下，就是说你们在收播节目的时候比较完整。好，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刚刚上一页没有改哈，所以这个事实对应到哪里呢？对应到01。好，那这个结构我就不用再多说了哈。有时候我现在写讲义的时候写太快了哈，因为这个讲义都全部我重新怎样？全部重新勒过，重新勒过。所以这个应该怎么样？这个是我们的 D 哈，所以这个其实要改 D， 我前面没有写。都要改成 D 这样嘿，好，改成 D 哈，所以这个没关系，这个你知道就再往前面去修正一下，好，那整个观念就是我在前面讲的那个矩阵表示式嘿，好，那同学不清楚，这个一定要想办法弄清楚这样哈，所以结果就得到我们这个结果出来，有没有这个结果出来哈？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嘿。好，那再来这个式子，好，那的 O 就是把 O 给反掉，有没有？所以就得到这个。00得0那反过来就得1，01得1反过来得0，那10得1反过来得0，那11得1反过来得0，没什么太大问题。嘿，好，赶快往下看。所以同样的道理再补一下，我们再补一下我们的 D 有没有？好，这个所以手写有手写的好处，这样有没有看到？嘿，所以这个就变成是 BD， 那这个是 D 到 D 里面去有没有？它变 D 的那个线性组合的表示式哈，这个向量表示式哈，所以这个得到结果就是得到10，这个有没有？01，嘿，那这个是10这个结果哈，那这个10就是这个结果嘿，那10就是这个结果哈，所以没问题，矩阵表示式就那么简单。那最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在后面我们设计那个 quantum circuit 用的最频繁的一个 gate 叫 exclusive OR。那这个 exclusive OR 它的观念是这样。
2个 bit 里面只有一个是1的时候才得1，那其他都得0嘿。所以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你可以看到2个有没有2个这个呢会得1哦，因为它 exclusive OR 就是说它希望2个怎么样是不一样的哦，所以这个就不行，它得0，这得0有没有？哦，那这样的话你可以看到说哦 exclusive OR 有这样的一个特质，那我们后面会用它很频繁，在设计很多空间设计都会用到它。那同样道理，我就再怎么把它补回来。哦，我刚刚明明就有写 D 有没有？我竟然忘了在这个地方哈，那这个地方就变成 B 到 D。好，那这个变成 D， 变 D， 变 D， 这个变 D 有没有看出来哈？那这个矩阵表示4，这个式子就得到这一个。好，那这个式子得到这一个，这个式子得到这一个，第3个 column 啊，这个得到第4个 column。好，那这个 gate 非常重要，在后面几节的时候，我会再针对它来做一个更详细的说明，这样嘿。所以我们在这一节的时候，就是很简单的把传统的 gate 把它拿出来，然后利用这个空灯 gate 的那个向量的结构去做一个线性映射的一个结果，没有？那当然里面很多的都不是方正所以还没有办法达到我们要的那个unitary matrix 的要求。那怎么去变化它？所以这个在搞这个量子计算的这些专家们很厉害所以他们就弄了很多的方法。那也就我们后面要讲那个 reversible 所以 reversible 这个观念在量子计算里面也是非常重要，数一数二的观念所以各位同学就一定要花点时间把我后面的待会要讲的那些东西再把它仔细学会，这样好。